现在测的是春风 800MT-X， 低轴版和高轴版的价格都是53680。这一期呢，不仅测了它直线加速能力，还有中段加速以及极速，还有非铺装零道也拿去试了。因为这台车的油箱和传统的 ADV 不太一样，它的重心更加低，上下配重比更加小，上下重量分配比对操控有多大的影响呢？这一期也会讲到。还有3种动力模式下的加速和马力级测试，3种模式下的动力到底有多大区别呢？还有发动机震动小水平的测试，能更直观的看手把的震动。还有大家最关心的油耗测试，结果测出来的下限油耗是 2.6 升。还有制动性能的测试，成绩呢比较一般，不是因为制动力不够，而是轮胎。还体验了3种模式下 ECU 的细腻程度，还有加速体感的区别。因为动力模式大家从文字比较难理解，所以尽可能用画面测试，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这就是说车和测车的区别。春风的800这台发动机再熟悉不过了，它就是 KTM 790的国产版本，只不过调教上春风根据中国市场做了相应的调整罢了。它最先搭载的是在 800MT 上面，后面到 800NK 接车，接下来呢就是这台 MT-X 了。所以市场验证有一段时间了，在街车上面呢，功率和扭矩调的会更加大一些，而 ADV 上面呢，动力调的更加靠前一些。即使这样，它的加速成绩依旧不差。最高车速呢达到了表显202，还在上，但是也已经比较慢了。GPS 显示199，100公里加速呢 3.5 秒，这个成绩对于一台 ADV 来说很快了。0到50呢 1.4 秒，1.4秒头一直在翘了。虽然轴距比较长，但是重心比较高，这个成绩稍微比街车版本 800NK 稍微慢一些。速度越快呢，慢的就越多。因为最大功率、车重、风阻，还有轮胎的阻力等等因素综合造成的，而且它的确没有 KTM 那么暴躁。其实没有必要去刻意学 KTM 的调法了，要走自己的路线才有自己的风格。它在街道模式下动力是最强的，40到100用时 2.5 秒，60到120呢用时 3.3 秒。测试的时候行进中加速，1档油门灌到底它是可以翘头的，如果甚至直立的话翘得更加高。而非铺装模式呢，动力呢稍微弱一些，40到100用时 2.9 秒，60到120 4.0 秒。而雨天模式动力是最弱的，40到100用时 3.9 秒，60到120呢用时 5.4 秒。这个成绩相当于500排量的动力，所以3种模式上的动力差别还是挺大的。这台车采用的是电子节气门和电子油门，所以对动力的调节呢，要比拉线油门要强得多得多。例如你电子油门全开的时候，可以给出来的指令让电子节气门呢属于 50%、60%、70% 的开度都可以设定。虽然你油门拧到底了，但是节气门可能就开了 70%， 或者是你拧油门的速率很快，但是呢电子节气门那边它帮你放缓了，所以电子油门和电子节气门2个电信号的数据作用就可以改变极限动力的大小，而且这个动力大小来的快慢也可以改变，这样可以通过节气门的电信号来改变动力的大小。那么真正的 TC 就来了，它检测到后轮与前轮有个转速差，而且这个差值达到标定的设定值，它就可以通过调整节气门来降低后轮的动力，而拉线油门呢只能通过断火来降低动力，确切的说是切断动力，所以本质的区别还是挺大的。电子油门与电子节气门对动力的调节和发动机动力的控制可以更加广、更加细腻，但是呢，你要有大量的数据才能调得好，要不然呢，体验感也是不理想的。现在是1档街道模式，我们小油门开度定几个数看，速度定到16，挺平稳的。再看一下20的速度，如果 ECU 调得很粗糙的话，就会出现你拧一点动力就有，收一点动力又没，出现动力的中断区很长。你们看一下你们的车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好，现在尝试把油门拧大一点，它的动力可以让车头瞬间抬起，而且 TC 还是开着的，做到了要有平顺性有平顺性，要有动力也有动力。这样的调法呢，在于日系车与欧系车之间。日系车呢基本上是全段会偏柔，欧系车呢全段偏猛，所以春风呢是2者综合了。前段偏线性偏柔和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你低速行驶它能平稳的行走，
根据你的油门指令，能达到你想要的速度快与慢。如果调得很冲的车子，需要不断的切离合的，拧一点速度又过，收一点速度又没，所以是需要不断的切离合的。这台车随着油门的开度加深，它油门与动力的跟随性会不断的增强。油门开度越大呢，动力就来得越直接，所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国产与进口差距最大在 ECU 和电控，而且小油门开度的动力呢，对控制油耗也有帮助，而且新手驾驭呢，上手也更加轻松一些。我们中国摩托车发展那么快，短短用3年的时间就从250走到了600排量了，马力从25匹来到了接近100匹，所以前段适当的平顺，更加符合我们中国的市场发展。现在试的是雨天模式，很明显极限的动力缓和了很多，相比标准模式，同样的拧油门方法，加速体感明显弱了很多，特别是附着力差的情况下，后轮呢没有那么容易突破轮胎的极限。现在切换标准模式，即使 TC 开的情况下，油门拧大一点它是可以翘头的，所以这个 TC 调的并不是特别保守的那一种。而有些日系车呢，油门拧大一点，它的 TC 就一直狂介入了，如果是激烈驾驶呢，比较影响驾驶的体感。标准模式呢是允许一定的轻微打滑，雨天模式介入的就比较早，而且 TC 都可以单独关闭。我们看一下非铺装模式的动力，它的加速体感更加靠近标准模式。如果雨天模式相当于500排量，那么非铺装模式相当于700排量，动力翘头没有标准模式来的那么从容。非铺装模式呢，它默认 TC 和后轮 ABS 是关的，可能正因为这个动力调的没有那么猛吧。为了研究这3种动力模式的差别，我们上马力机看一下，也看一下这台车各单位的级数到底是多少。请关注下一期。